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我原本想说明天才出消息，没有想到今天就出消息了。新的统帅又叫 CP， 你到底要搞多少个 CP？ 这样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只能帮他想一个花名了。那他这里有一个别称叫全胜将军啦，我看要不要用这个花名，否则这个统帅也是有很标志的特色，就是他的下巴，直接叫他下巴也可以。我是猜对了，他是来自罗马的统帅，可是他的身份就猜错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技能特效，那他的技能特效比较起来其实会比较单调一点呢，感觉有点像紫色的统帅会有的技能。比较起其他统帅，他的技能特效就没有显得这么华丽，就是用一把刀挥向敌人而已，就没有什么特色可以讲了。我们正式进入主题，讲一下统帅的技能。那他的天赋是步兵攻城重击，这个之前我也是猜对了，不过这个其实很容易猜而已啦。首先第一个技能，怒气需求1000点，对目标造成一次重击伤害，伤害系数2700，这个是以目前版本来说的伤害应该要有的系数。在接下来的3秒内使目标受到的所有伤害提升 20%， 这个其实也奠定了这个统帅应该要做主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新的统帅有重击天赋，如果是用上一代步兵做主将的话是没有重击天赋的，而且上一代步兵如果拿来做主将也就只有刘彻，刘彻的技能就只有减速而已，相比之下他这个提升 20% 的所有伤害会比较重要一点。还有以步兵来说，目前还有用于集结的统帅就只有塔里克，塔里克的主动技能其实也没有比他的更好。而且这位统帅做主将有持续3秒的 20% 所有伤害提升嘛，如果这个做副将的话，其实主将就吃不到这个技能了。所以凭着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这个统帅就必须要做主将。第二个技能，在联盟领土外步兵单位行军速度提升 20%， 由该统帅发起集结进攻时，步兵单位生命值提升 30%。从这个技能可以看到，其实官方真的非常特意啊。那我们在前几天说的统帅华莱士，还有之前的刘彻啊，都是没有生命值提升的。就算你用戈尔戈用于野战，戈尔戈的3技能生命值提升也是不能用于野战。可是官方他们自己又知道步兵其实是缺生命的，就是偏偏不要给你们野战提升生命值。不过步兵的行军速度提升也算是中规中矩啦，不过有要求必须在领土外时，也就是说埃及其实也是可以用到的。那这个技能没有什么好讲，我们讲第3个，造成普通攻击伤害提升 5%， 每次受到基础攻击时有 30% 的概率立即净化自身部队所有使生命值降低和防御力降低的减益效果，并在接下来3秒内免疫此类减益效果的影响，并使自身部队受到的普通攻击伤害降低 25%， 冷却时间5秒。它的净化效果是比华莱士还要好一点点。它这个技能虽然是打单一目标，也就是打驻防的时候可能不会这么容易触发，但是因为它这个是受到基础攻击嘛，也就是说如果他的队伍受到围殴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触发到这个技能，而且冷却时间5秒而已，而且持续时间3秒，也就是说如果长时间被打被围殴的情况下，这个统帅身为集结队伍的时候，他只有2秒时间是没有这个效果而已。能够降低生命与防御力的统帅就包括司机、项羽还有海尔曼这类统帅，都是有减少防御力的效果。这个技能就可以把那些 debuff 全部清除掉。除了免疫这些效果之外，还可以让自身的部队受到的普攻伤害降低 25%， 其实也是面向了戈尔戈，因为他是打普攻的嘛，再加上戈尔戈的技能本身就有普通攻击伤害提升了，而且也是要为围殴做铺垫的。现在大多数玩家应该都是有刘彻了，可能也会培养华莱士，所以降低普通攻击伤害还是很必要的。接下来第4个技能，进攻城市或据点时，每次基础攻击有 50% 的概率在接下来2秒内使目标的攻击力和防御力降低 25%。担任主将时还会对目标施加一个沉默效果，哇，还有沉默效果。这2个技能是在一起的，而且冷却时间5秒。不过这个技能也是锁死在集结城市或者是据点的时候，野战是完全不能用到的。所以如果你们想着说要用这位统帅来替代掉关羽的位置呢，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这位统帅他的沉默效果只有2秒，关羽的沉默效果是有3秒的，并且关羽的沉默效果是没有概率的，就是他的主动技能打出去命中的目标就会沉默，所以相比之下关羽的沉默效果会比较稳定一点。还有降低攻击还有防御力，这个就不需要再说了。我们看觉醒技能，目标部队释放主动技能时，使自身部队在接下来2秒内怒气恢复速度提升 40%。
这个恢复怒气效果还是第一次见了，之前没有看过这样子的，通常都是打到多少个目标就恢复怒气，而且这边还特别注明一定是目标部队，而不是在攻击你的部队释放主动技能的时候。不过怒气恢复速度也不是第一次见了，之前 CP 的技能也是这样子，只不过这位统帅的怒气恢复速度比 CP 更快， CP 是 30%， 他 40%。 怒气恢复速度不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回合可以获得的怒气上限，还是一样220点，并且这位统帅是打普通攻击还有重击伤害的，然后如果搭配流撤还可以造成额外的普通攻击，恢复怒气会比较快一点。不过从他的技能上你们也可以看到了，这位统帅是必须要觉醒的，如果是卡技能的话是用不到的，而且他的定位其实也很明确，就是用来集结的。并且在上一次出现新统帅的时候，我忘记提到一个统帅，就是阿提拉了啊，没错，阿提拉也是打普攻的，但是我们一直忘记了阿提拉。那阿提拉自己本身也是集结统帅嘛，再加上阿提拉有反伤的效果，也是可以抗围殴。如果这位统帅搭配阿提拉，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而且这位统帅也是可以弥补阿提拉的短板，就是阿提拉完全没有3维提升，这位统帅还有 30% 的生命值提升。当然搭配阿提拉的前提是你们必须要玩一些剧本是可以用饰品的，所以不出意外的话，这一批新的统帅出现之后将会是阿提拉的第3还是第4次复活了所以我觉得反正步兵都已经出重击伤害了，下一次出一个重击伤害的骑兵吧，让阿提拉直接复活吧而且为什么搭配阿提拉会比较重要呢？就是因为现在剧本全部人都是直接围殴集结，加上又多出一个什么死人贝利，假设其他步兵统帅没有办法扛得住的话，其实搭配阿提拉真的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假设是搭配正常的步兵统帅，其实还是可以搭配流撤使用的，只不过如果是搭配流撤做鱼集结的话，它的第3技能就没有办法使用了，步兵单位攻击力提升 20%， 还额外造成目标1次重击伤害。除了这些技能之外，其实流撤的技能都蛮适配用于集结的，而且也是双重击搭配。再来就是看还有什么统帅比较适合搭配这位统帅了，但以我目前的优先推荐，我会比较推荐阿提拉。这位统帅有什么缺点呢？你们可以发现到这位统帅只有生命值提升而已，没有攻击力跟防御力提升，不过这个可以用装备来弥补。还有这位统帅除了主动技能之外，他的其他技能是没有爆发的，他大多数的技能都是一些 buff 跟 debuff， 还有就是他的定位比较明确，只能用于集结而已。如果你们要用这位统帅做于野战的话，他第2技能跟第4技能都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所以一般的野战玩家应该是不需要去培养这位统帅，而且这位统帅培养成本会稍微高一点，必须要觉醒。不过我相信还是有玩家会用这位统帅去用于野战的，可能用于野战他的效果出来也不错，说不定。只是要注意一点，就是如果用这位统帅用于野战的话，他的3维是完全没有的，就连那个生命值提升 30% 都没有了。我个人总结，这位统帅如果用于集结的话，效果应该是还蛮强的，但是用于野战的话可能一般般吧。所以在第9代的步兵，这位统帅还有华莱士之间肯定会选择华莱士优先。还有就是这位统帅没有 AOE， 对于野战来说会比较吃亏一点除非这位统帅搭配 CP 这样部队就比较平衡了，2个部队都 AOE。 不过比较起 KVK， 我比较期待会不会出现在奥西里斯联赛。以上就是小 CP2 的技能介绍，所以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如果有哪一些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